赵老板，什么事不能等我收完店再说？等？我等了3年了，合同这个月15号到期，这店我不租了，2天之内你给我搬走。合同上写的清清楚楚，我有优先诉宗权，按市场价涨租不高于15%。你要涨多少？你说个数，我们可以谈。哼，涨多少都不租，这店我要收回来自己干。自己干？听不懂人话，这铺子是我们家的，我的房子我做主，我管你什么优先节不优先节，不租了就是不租了。陈峰，你占了3年黄金地段，赚了3年钱了，你自己摸着良心说，我家租金是不是比外面便宜1半？当初要不是我们心善，你能在这位置上开店？现在店火了，你就想赖着不走，做梦！刘姐，你说铺子是你们的，没错；你说租金便宜也没错。当年是赵老板求我接手，主动压的价。陈师傅，我也不瞒你，这铺子换了5任老板，没一个撑过3个月，空了大半年了。你要是肯接手，租金好商量。这灶台得全拆重做，水电要重走，墙要重刷，最少10几万。你自己出钱装，装好了都是你的。前2年不涨租，签3年优先苏租，够意思吧？这地段黄金位置，巷口公交站，人流量大得很。19万，我投了19万装修，刷了4遍墙，换了所有桌椅碗筷，连灯泡都是我自己一颗一颗拧上去的。3年，我把评分从3.2做到4.9，我从1个人炒菜做到3个人忙不过来。你说黄金地段换个人一样赚，3年前同样的地段换了5任老板，怎么一个都没赚到？你说这么多有什么用？装修是你自愿投的，我又没逼你。3年前我求你，那是3年前。现在这地段值钱了，我收回来，天经地义。你看看清楚，你的名字在这儿，说好的优先苏租，原件上可没写这5个字儿。你手里那份是复印件，原件在我手里。你说什么？废纸一张，明天天黑之前，你的人、你的东西全部给我滚出这间铺子。锅碗瓢盆都留下，都是我家的。你赚了3年钱了，我家租金比外面便宜1半，你够本了。这铺子从现在起姓赵，跟你陈峰没有1毛钱关系。赵老板，我32岁，炒了12年菜。我师傅教我的第一件事就是，灶台在哪里，本事就在哪里。你收走的是铺子，不是我炒菜的手。换招牌，找个厨子，地段在这摆着，拴条狗都能赚。早该这样了，3年便宜他了。快点儿，天黑之前清干净，晚上我找的人就来换招牌。等等，我看看你拿了些什么。这刀是你自己买的？放下，这是我的刀。哼，一把破刀还当宝贝。这刀算店里的，留下。这些粉粉面面的也是你买的？我配的，每一个瓶子都是，跟了我10几年了。拿走。不过灶台上的东西不许动，酱油、醋油、锅碗瓢盆都是店里的。那些锅碗瓢盆你们留着用吧。不过老张知道煤口锅该用多大的火，你们最好问问他。少废话，搬完了就走。这就对了，体面的走，大家都好看。赵老板，3年前你求我接手这间铺子，那时候它是个空壳。3年，我把空壳填满了，填的是我的手艺、我的时间、我的钱。现在你把壳收回去，以为收走的是金子，但你收走的只是壳，金子在我手里。少说那些没用的，离了你陈督父，我还吃带毛猪不成？换招牌，把老周叫来，他不是说在食堂干过20年吗？让他来当主厨。桌椅碗筷要不要换？换什么换？省钱，先把招牌换了。富贵酒楼要金的、大的，让整条巷子都看见。老周，红烧肉练得怎么样了？
这有什么好练的？肉炖烂了不就行了？我在食堂做了20年，每天炖几十斤肉，从来没听过谁抱怨。这颜色是不是太深了？酱油多了点，下次少放，反正客人吃不出来。红烧肉还有吗？有，马上来。这什么味儿？酱油泡肉，跟我上次来吃的完全不一样。怎么可能？我们换厨师了，但菜谱还是原来的。上次那个老板呢？这汤是刷锅水吧？千万别来，跟以前完全是2个店。几位还没结账呢？不用找了，以后也不会来了。怎么回事？地段这么好，怎么没人来？你请的那个厨子把肉做成酱油泡的了。可能是火候没掌握好。我在食堂做的是大锅菜，你们这个我不太会。灶台小了，但火候还是一样的火候。好香啊！这味道怎么这么熟？我想起来了，你是以前老巷饭店那个老板，那个红烧肉，我跟我同事去吃过好几次，后来再去就关门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换地方了，来1份，2份，多加汁儿。还是这个味儿，不对，好像比以前更好吃。火候调了一下，收汁多用了10秒。红烧肉多少钱？35，比店里贵了5块。肉涨了，但我用的还是以前的肉，黑毛猪五花，没降过。行，冲着你这句没降过，来1份。还是这个味儿，富贵酒楼那个什么玩意儿，酱油泡肉。我寻了半个月了，居然在路边摊找到了。难道是陈峰？陈老板，今天我们早点来，昨天等太久了。我还没支摊呢。没事儿，我们帮你支。到了，就是这儿。老林，你说的那个红烧肉真有你说的那么好？你吃了就知道。我林叔什么时候在吃这件事上骗过人？林叔，您这是？给你打个广告，这些老家伙都是老巷的老住户，我跟他们说了，不来吃是他们损失。这个味儿，我以前在大湖村吃过的。90几年，我结婚那天，跟我老婆说以后每年结婚纪念日都来吃。后来那家店关了，我以为这辈子再也吃不到了。老林，你没吹牛，比30年前还好吃。30年前那家的肉有时候偏咸，这个咸甜刚好。30年前那个老师傅用老抽上色，我现在用糖色，老抽容易咸，糖色靠火候。你认识那个老师傅？他是我师傅。赵家那个店猪食，人家陈老板在这摆摊，你跑来吃；人家开店你排队。赵富贵那边免费请我都不去。赵富贵是谁？喏，前面那个富贵酒楼的老板，就是他把陈老板赶出来的。现在他的店你去看，鬼影子都没一个。哟，赵老板，你家店今天生意怎么样啊？小陈，今天卖了多少？没细算，昨天3倍吧。明天会更多。林叔，这份给您。我知道您胃不好，少放了1味料，不刺激。小陈，你知道吗？
有些店开着是买卖，有些店开着是念想，你是后者。那还能赚钱吗？现在不是赚钱的事儿，先把人拉进来。你看陈峰那个摊儿排队排到巷尾，排队的人总得吃饭吧？咱们便宜，肯定有人来。小姐，几位请进。这肉是冻肉吧？一股子冰箱味儿，酱油咸得发苦，17.5块，7块钱我都不吃。你尝一下是不是坏了？不是坏了，是本来就这么难吃。哥们儿，便宜没好货，老话说死的东西，5折也救不了难吃的菜。5折没人要，送都没人要。八角多了0点几，盖住了桂皮的尾香。师傅说的对，八角提头香，桂皮出尾香，头重脚轻，这道菜就站不稳。破本子记来记去，不就是那几样东西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刘姐，你躲在那儿闻了半天了，闻出来什么没有？你就算把配方抄回去，你也做不出来。八角是我一颗一颗挑的，桂皮是手掰的，花椒是汉源的，一粒一粒去了籽，这些配方上写不出来。20年练出来的火候和手感，谁也偷不走。口味、火候、秘方，这3样东西才是命脉。地段不是，招牌也不是。明明跟他的东西一模一样，怎么颜色差这么大？你在干嘛？我按照他那个配方做的，你尝尝，应该差不多了。这什么玩意儿？外面焦的，里面生的，酱油味咸的发苦，你放了多少糖？就2勺。他那配方上写的是糖色，小火慢熬，你自己熬糖色了吗？什么糖色？不是直接放糖就行吗？废物，连个配方都抄不会，人家写的是熬糖色，你直接扔糖能一样吗？你照着这个做的？对啊，他摊上就用的这些东西，八角、桂皮、花椒、酱油、糖，一样不差。刘姐，你抄的是材料，不是配方，有什么区别？八角几颗，桂皮多大一块，花椒去没去籽儿，酱油什么时候放，分几次放，糖色熬到什么程度，冒大泡还是冒小泡，这些东西纸上写不出来，是人家10几年练出来的，火候手法经验你一样都没有，就算你把他的调料罐子全搬回来，你也做不出那个味儿。我劝你们别折腾了，把店盘出去吧，止损。要不我去找陈峰道歉，求他把配方卖给我们。你以为我没想过？那天我在他摊前站了半天没敢开口，我怕他问我，赵老板，你当初是怎么说的？离了你陈屠夫，我还吃带毛猪不成？吃带毛猪，这几周吃的就是带毛猪。这是你写的？写了3遍了，这是最整齐的一份。我以前在技校学过半年，后来去一个饭店实习，老板用淋巴肉做红烧肉，我跟他说这样不行，他说我多管闲事儿，把我开了。你用淋巴肉的那家店后来怎么样了？ 2个月以后被查了，
罚了3万，我匿名举报的。这把刀给你，明天出摊前来，我教你第一件事儿，切葱花。你看这个太小了，下锅就糊；这个太大了，吃的时候嘴里有生葱味儿。好的葱花大小要均匀，刀下去干净利落，一刀定，别反复切。我再试一次，差太远了。葱味儿是对的，大小慢慢练。我当年切葱花切了2个月，我师傅才让我烹肉。你这才第1天，急什么？今天晚上的蛋炒饭用你的葱花。可是切的不好。葱花没有好坏，只有用心和不用心。你用心了，我看得出来。老周，肉给你拿来了。这油呢？以前不是用金龙鱼吗？那个贵，这个便宜1半，反正炒出来都一样。这酱油也不对，以前是李锦记的特级老抽，这个味道发酸。老周，差不多就行，省成本才能赚钱，味道差不多，客人吃不出来。老板娘，你尝一下，不是咸，是肉有问题，冻太久了，纤维全破坏了，吃起来像烂棉花。还有这油不新鲜，炒出来发苦，这3个东西加起来，不就是咸了点吗？会吃坏肚子的。我不干了，我在食堂做了20年，没进过像样的馆子，但食堂也知道，冻过头的肉不能用，馊了的油不能使。你们这是在砸自己的招牌。老周，你走了我找谁去？我给你涨工资。赵老板，不是钱的事儿，我以前也觉得做菜嘛，肉熟了就行，但我在你这儿待了这几天才知道不是这样的，冻肉和鲜肉差的不只是味道，差的是良心。看看你干的好事！我怎么了？我省成本还不是为了赚钱？当初是谁说地段好，算条狗都能赚？狗呢？狗跑了，你还笑得出来？兄弟们看到没？就这个摊儿，全网都在找的巷口神厨，我们骑手群里都传疯了。3号桌的红烧肉和糖醋排骨，陈哥不够卖了。红烧肉只剩最后6份的量了，后面还排着最少30个人。把菜单上的红烧肉划掉，换成今日受控。那客人闹怎么办？老实说，明天请早，比骗他们吃一份赶工的强。看到没？就是这个翻锅的动作，我上次来吃过一次，回去做梦都是这个味儿。人家以前是有店面的，被房东眼红抢走了，出来摆摊比开店还火。那条视频是你发的，我刷到过，播放量都破100万了。不止，现在已经300万了。老板，我今天要迟到一会儿，不是我在排队，就是我说的那个摊儿。大哥，你才40分钟，我放学就来了，排了1个小时了。值吗？上次我妈带我来，我妈那个人嘴刁得很，从来不夸外面的菜。那天吃了一口红烧肉，沉默了半分钟，然后说比外婆做的好吃。你们说的这个老板是不是以前老巷饭店那个？我吃了好几年了，后来店关了，我还以为再也吃不到了。那个就是赵富贵，就是把陈老板赶出来的。哦，就是那个开了个富贵酒楼，结果没人去的。实在对不住，今天的食材用完了，再做就是糊弄人了，我不能糊弄你们。啊，今天就卖完了？陈哥，我今天算了一下，流水破2万了。哦，2万，以前在老店的时候，1天也是2万，我还以为那条路断了，就再也走不到这个数了。明天多备3成料。陈峰，你在这儿摆摊，谁让你摆的？有证吗？赵老板，有事说事，踢椅子干嘛？我问你话呢，无证摆摊你违法了，知不知道？我这就举报你。健康证
临时备案证、体检证明。赵老板，你看看还缺什么？真有证，这招没用啊！赵老板，你大老远跑过来就是帮我检查证件的，那谢谢了。要不要顺便尝尝今天的红烧肉，给你打5折？你干嘛呢？人家有证有备案，合法经营。你踢椅子、踢调料盒，这是破坏私人财物，我们可以报警的。我正在直播，3万人在看，你继续踢。哥，走吧，这架势不对。要不要我现在打110？走。陈哥，你不气吗？气，但跟这种人置气，耽误炒菜。老吴，你怎么了？不行，肚子疼，那红烧肉肯定有问题。你们家菜吃坏肚子了，我从早上到现在拉了4次，跟我一起吃的工友也拉了，3个人全拉了。你胡说八道！我们家菜新鲜着呢，你自己肠胃不好怪谁？你看看这照片，你们家的红烧肉是黑的。我昨天吃完就觉得不对劲儿，半夜开始跑厕所。今天早上工地上3个人请假，全是因为吃了你家的菜。别拍了，你别在这闹事儿。急性肠胃炎，3个人，医生说了就是吃坏了东西，你们赔不赔？富贵酒楼又出事儿了，上次是难吃，这次是吃坏人，3个工人急性肠胃炎。大众人均消费点评上已经有人发了，说这家店用过期食材，肉是冻了半年的。别拍了，都别拍了！你们卖馊菜就不是侵犯消费者权益了，拍你是帮大家避雷。怎么回事？他们说吃坏了肚子要赔钱。3个人急诊加药费一共2400，还有误工费。你今天不赔，我们就不走了。我赔2400的医药费，误工费另算，求你们别发到网上。你把钱给了，我们就不追究。走。现在的人啊，为了钱什么都干得出来。别拍了，求你们了，店都要倒了。当初要是不贪心，也不会到今天这步。你好，有人举报你们存在卫生问题，我们来例行检查。请查。你有进货记录吗？有，每天记。日期、品名、数量、供应商电话都在上面。5月12日，五花肉15斤，老王肉铺。5月12日，青菜10斤，老张菜摊，每一笔都有日期和来源。卫生情况没有问题，食材储存规范，来源可追溯，从业资质齐全，灶台卫生达标。有时候举报人不一定是消费者，我们心里有数。辛苦2位了，陈师傅，我媳妇儿在你这里排了1个小时队，回来跟我念叨了一晚上，说你这红烧肉是她嫁过来以后吃过的最好的，下次有空我也来。随时欢迎。赵老板是吧？我路过。以后举报请实名，匿名的举报我们会查，但优先级会低一些。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要罚款。罚款？凭什么？咱们的卫生标准比一般饭店都高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以前在老店的时候，每天收工最后一件事就是搞卫生，灶台要擦到能翻光，地面要拖到没有一滴油。我师傅说过，厨房干净，做出来的菜才干净，这是做菜的人最底线的规矩。赵富贵不懂这个，他以为举报我就能让我关门，他不知道，我能开3年店靠的不是地段，靠的是没人能举报成功。陈哥，挂这儿行不行？再高点，让排队的人一眼能看见。好看，比之前那张林叔的打印纸强多了。以前在老店的时候，招牌是别人的，现在这个招牌是自己的。陈风小胡，老味儿传承，好，这名字好，比老巷饭店好听。
比富贵酒楼更是不知道强到哪里去了。以前在老店的时候，就一直觉得那个店名跟陈老板的手艺不搭。老巷饭店太普通了，配不上那个红烧肉。现在这个好，陈风小厨，一听就知道是谁的店，是谁的味道。我更喜欢下面这行字，老味传承。这个年代还有人讲传承不容易。这家我吃过，红烧肉封神，被房东赶出来，然后摆摊更火。这是什么爽文剧情？我今天去排队，前面70多个人等了1个半小时，值。陈风小厨凭什么？凭什么他摆个地摊都能火？凭什么我的店开着门都没人来？昨天一天，一个客人都没有。我知道。你知道什么？你知道这个月亏了多少吗？采购、水电、员工工资，你拿回来的那些骚肉全打了水漂，流水是0，你听见了没？怪谁？你说呢？当初是谁说的地段是我的，他就是个打工的？是谁说的离了他陈屠夫我还吃带毛猪不成？赵富贵，你倒是告诉我，你现在吃的是什么？你怪我？当初是谁天天在我耳边撺掇着把店收回来自己干？是谁说的自己的房子给别人赚钱了？我是说过，那你也得有本事把店撑住。你呢？你请了个什么厨子？你买了些什么肉？你让老周用什么油？你自己心里没数？省钱不是你说的吗？省成本才能赚钱，你的原话。省钱不能用馊肉，你连这个都不懂吗？都怪陈峰，要不是他在巷口摆摊抢我生意，人家摆摊是靠手艺，你开饭店靠什么？靠那块金底红丝的破招牌。关门吧。你说什么？我说关门，一天没一单，开着干嘛？开着丢人吗？小陈，赵老板，什么事儿？我那个店最近不太顺，你知道的。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，你要不要回来？店给你用，我不收你租金，咱们合作，你出技术，我出店面，利润6-4分，你6我4，怎么样？赵老板，我不需要空壳，我要的是实打实的干。小陈，以前是我们不对，我们被钱迷了眼，做了糊涂事。你大人有大量，原谅我们一次。当初赶我走的时候，你们想过今天吗？撕合同那天，赵老板说废纸一张；踩我刀那天，刘姐说一把破刀。现在你们来找我，要合作，要原谅。赵老板，你当年租了2年，换了5任老板，没一个撑过3个月。我把店救活了，你摘桃子，桃子摘完发现咬不动，现在把咬了一口的桃子还给我，说我们一起吃。我不吃别人咬过的东西。陈峰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我赵富贵在这条巷子活了大半辈子，还没这么低声下气过。你这不是低声下气，你这是在算账。店倒了，债还不上才来找我。要是你店还开着，你赵老板会来我这小摊前低头吗？走吧，走。陈哥，你刚才那些话，你准备了很久吧？没有，就是把他们以前说的话重新还给他们。我师傅说过，做人不是别人对你多坏你就得多坏，但你得记住别人是怎么对你的。记住，不是为了报复，是为了不重蹈覆辙。到了，就是这儿，陈峰小厨。各位观众，这里是城市味道栏目。最近网上有一家路边摊火爆全网，红烧肉被无数食客称为封神制作，而这家摊位的老板陈峰师傅背后的故事更加让人唏嘘。他是原老巷饭店的主厨，因为房东违约夺店，被迫从主厨变成了摊贩，但他没有放弃，在巷口支起了小摊，用味道重新赢回了食客。陈师傅，能跟我们的观众打个招呼吗？大家好，我是陈峰。从一家网红饭店的主厨到被夺店后摆摊，再到现在的陈峰小厨，这段经历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？最大的感受就是手艺和良心才是长久的生意。我不是在说什么大道理，我就是个炒菜的，但我炒了12年菜。我知道一件事儿，你用的肉好不好，客人可能吃不出来；你用的油新不新鲜，客人可能看不出来，但他们会记住。记住了以后，下次还来不来？这个摊儿开了1个月，回头客越来越多，不是因为我比别人聪明，是因为我老老实实用好料，老老实实长火候。那您恨当初夺您店的那个人吗？恨过，但后来想通了，恨一个人就像自己喝毒药，然后等着对方死。我不想浪费时间在恨上，我有这个时间，不如多炒2盘菜。
说得好，手艺和良心，对，就是这4个字。你可得好好报道。我跟你说，我专门从城东开车40分钟来吃的。这个摊儿不光好吃，它还争气，被人从店里赶出来，硬是靠本事重新站起来了。这是活生生的励志故事。这一期的标题有了：从被夺店到摆摊封神，一位大厨的手艺与良心。陈哥，你要上电视了？上不上电视不要紧，今天的红烧肉别炒糊了才是正经。小陈，你给这条巷子长脸了。陈哥，这个铺面原来是做什么的？面馆开了12年，老板是个老师傅，做不动了。12年，那这个位置应该不差啊，怎么不做了？老师傅跟我说，他做了12年面，每天凌晨4点起来和面，晚上11点收工。后来人老了，胳膊不行了，和不动面了，想把店给儿子，儿子不接，去写字楼上班了。所以他不要传染费，就一个条件，接着做吃的。那我们这个店还是叫陈峰小厨吗？再加一行字。灶台要3个眼，中间这个大火，两边用小火。排烟管道往右走，不要直走，直走挡了采光。你这图画的比有些设计师还细。灶眼间距这个尺寸是不是有什么讲究？所有的调料罐都在1臂之内，一颠锅随手就能够着。我左手颠锅的时候，右手够调料要在半臂之内，太远了耽误火候，太近了撞到锅耳。这个距离是我量过的。左低了一点点，再右一点，对，正好。以前在那个店，招牌是别人的，现在这个招牌从木头到字，全是自己的。小陈，我还说你去哪儿了呢？今天去摊那边没看到你，原来在这儿。林叔，摊还开着，这儿还要装修一阵子。这个招牌好，跟摊上那个一样，但是大了一圈。老味传承这4个字放在这儿，比放在摊上更有分量。林叔，还没开张呢，不收。不是给你的，是给这家店的。你收了就当是替我交的定金，以后我来这儿吃饭不许收钱。对了，开业那天我第一个来，把第1盘红烧肉留给我。陈哥，我们有店了。哎，赵富贵，就是他夺了陈老板的店，他怎么又来了？自己有店不好好开，天天找别人麻烦。陈峰，你开新店，跟我打过招呼吗？这巷子是你说开就开的？赵富贵，这条巷子不是你家的，这个铺面是我花钱租的，你要说什么就说，别堵门。我就是来堵门的，你想怎么样？你把我老店挤死了，自己跑这儿来开新店，你想得美！你信不信我天天来堵，让你开不了张？报警！这种人就是来找茬的。陈峰，我相信你。赵富贵，你够了没？上次去摊上踢凳子，这次来新店踢花篮。你是打算每开一次业你就来踢一次？你走不走？不走，这个电话就打出去。你堵门、破坏私人财物、扰乱经营秩序，你自己算算够拘留几天？走吧，人太多。哥，走吧，这阵仗真搞不了。开业大吉，刚才的事儿别往心里去，这种人越是理他，他越来劲。让大家受惊了，今天的红烧肉每份多送1个荷包蛋。3号桌红烧肉2份，5号桌糖醋排骨1份。比以前更好了。老林，你说啥？我说这肉、这酱汁、这火候，小陈没有退步，被赶出来摆摊这阵子，他的手艺不退反进。对，以前在老店吃的那个版本，酱油味稍微重了一点点，现在收得更干净，后味更长。感谢大家，今天来的很多都是老面孔，从老巷饭店到我那个小摊儿，一直跟过来的。以前在老店的时候，我以为有一间店面就安稳了，后来被赶出来，在路边摆摊，我以为这辈子就只能摆摊了。现在这个店叫陈峰小厨，是我的名字，不是租来的，是挣来的。今天开业，每桌送1份红烧肉，不是促销，就是想让大家知道，不管在哪儿，不管店面大小，我做菜的手不会变。来，一起干一杯，以茶代酒，祝陈峰小厨生意兴隆。这新开的店卖什么的？这么多人排队？红烧肉，你不知道吗？
就是之前老巷饭店那个陈师傅开的，他在巷口摆了1个多月的摊儿，现在终于开店了。排这么长值吗？我上次排了1个半小时，吃完以后第2天又来了，你说值不值？比以前更火，比以前更好，这就是本事，谁也夺不走的本身。陈师傅，今天来得早啊，还是老规矩。老规矩，今天的五花肉怎么样？昨天下午刚杀的，本地黑毛猪。你摸摸这脂肪，有弹性。这块我要了，切成8斤的块。陈师傅，说真的，整个菜市场就你最挑，其他人来买肉说个斤两就拎走了，你每次都闻都按都看，跟相亲似的。肉不骗人，好肉坏肉闻一下就知道。又嚼，你每次都嚼。你是来买菜的还是来当志愿员的？这把不要，昨天的好。有什么不一样？都是今早摘的。这把的菜心发苦，可能是浇水多了，氮肥也多了，炒出来回口发涩。还真有点苦，你舌头是什么做的？那瓶不行，同一批的呀。这瓶的发酵味道浅了几天，可能是瓶口密封不严，换这瓶。陈哥，你买的这花椒比我妈在超市买的那种贵3倍。汉源的花椒麻味正，不苦，而且没有籽。超市那种是普通花椒，籽多，麻味冲淡散得快。这个酱油也贵，比普通的多1倍。小夏，我问你，我们的红烧肉卖35一份，贵吗？还好吧，大家都能接受。但如果我用普通的肉、普通的酱油、普通的花椒，那一份红烧肉的成本只要8块钱，能多挣12、13块。我为什么不用？因为味道会差。不只是味道，用普通花椒，麻味冲但散得快，客人吃第一口觉得还行，吃完以后留不下印象。用汉源花椒，麻味绵长，客人吃完以后嘴里还有余香，他回家以后还会想，想了明天就还会来。陈老板，今天的红烧肉跟昨天不一样，你吃出来了？吃出来了，肥得更香，瘦得更嫩，后味比我上次吃的更长。你是不是换料了？没换料，把花椒和酱油升了1个等级，肉换了本地黑毛猪。不用，价格不变。我不是在施舍你，我是觉得这肉值这个价。你收着，不收我下次不好意思来了。35，规矩就是规矩，但你的话我记住了。陈哥，我们成本涨了大概不到1成，但是今天的回头客比平时多了2成，还有3个人是第一次来，吃完以后跟我说他们是被朋友推荐来的，跟别的摊不一样。这就是答案。多花1分钱在食材上，客人替你做广告；省1分钱在食材上，客人替你的对手做广告。账就是这么算的。陈哥，这个角度行吗？能看清你的手，也能看到锅里的肉。行，开始了，叫我。陈哥进来了，好多人。今天直播不是为了打广告，是有客人问说家里做红烧肉总是做不好，我今天做一遍，你们看看，能学会最好，学不成没关系，随时来吃。冷水下锅，不是开水，开水下锅肉表面一下子就紧了，里面的血水出不来，炖出来腥。冷水下锅慢慢升温，血水才能出干净。糖色炒到这个颜色，关火，用余温再搅10秒钟。炒不够，颜色太浅，炒过了发苦。很多人失败就在这一步，火大了1秒，糖色就废了。桂皮这么大一块，用手掰的，不要用击打的，击打的香气散了。花椒是汉源的，去了籽才不苦。加开水，不是冷水，冷水一激，肉缩紧了就柴了。红烧肉的做法，网上能搜到100种，配方大同小异。八角、桂皮、花椒、酱油、糖，但为什么每个人做出来的不一样？因为配方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八角的品质、桂皮的产地、花椒有没有去籽、酱油什么时候放、分几次放、糖色炒到什么火候、炖的时候火候怎么调，这些是配方上写不出来的，但这些东西才是味道的来处。所以今天我把步骤公开了，调料也公开了，比例也说了，你们在家试能做出来8、9成，那1、2成的差距是我10几年每天炒菜练出来的。这1、2成我不藏着，但也教不了。你们多来吃几次就补上了。他居然真的公开了，他不怕别人学去了跟他竞争？
赵先生，我是我爱我家的，约了10点看铺面，我到了。请进，请进，随便看。这铺子地段特别好，人流量大，你也看到了，巷口天天排大队，那都是流量。赵先生，这个铺子目前的营业状态是暂时停业。之前生意太火了，厨师累坏了，要休息一阵，所以现在转租的话，正好是新店主重新开张的好时机。您这个店的点评评分是1.5星，我查了一下，最新的评论是吃完进医院。赵先生，这个铺子我可能不太好往外推，我先帮您挂着，有感兴趣的联系您。当初攒的钱全亏进去了，全亏进去了。还欠了多少？10万出头。当初要是不贪心。赵富贵，账什么时候清？王哥，再宽限1个礼拜，我店正在转出去马上还。转？你赚了多久了？点评1.5星的店谁要？你当我不知道？本金10万，加上利息和违约金12万7，1个礼拜之内。不然这些桌椅板凳我们帮你处理，还有你这店面转让权也算钱，你懂的。12万7，当时不是说10万吗？怎么多了这么多？逾期利息、催收成本都是规矩。你看看这堆单子，你连水电费都交不起了，哼，还跟我谈利息？赵富贵到底还欠了多少？除了他们，还有谁？装修的钱是借的，食材的钱是赊的，现在连门口的招牌都是分期付款，你当初怎么说的？收回来自己做，稳赚不赔。现在呢？现在怪我，当初是谁天天在我耳边说地段是你的，凭什么给他赚？是谁说的？刘梅，你摸着良心说，这个决定是你跟我一起做的。我是说了，但我说的是用陈峰的配方做，不是用馊肉，不是赶走厨子，不是把店做成1星半。那时候你不也说味道差不多吗？你不也同意了买便宜油吗？现在全推到我一个人头上。够了，你们家的事儿你们自己回家吵。我就一句话，7天12万7，到时候没见到钱我们就不这么客气了。10万，就为了10万。当初要是让他继续租，涨15%的租金，1年也有5、6万的纯利润，我们安安稳稳坐在家里收钱。现在呢，倒欠12万7，都怪我贪心。你们店里那个年轻厨师的刀工是跟谁学的？你尝这个肥肉，抿一下就化了，像吃咸味的布丁。我在别的地方从来没吃到过这种口感。我靠，我要加1份。这才是红烧肉。上次在那个破店吃坏了肚子，已经很久没吃红烧肉了。后来工友跟我说，巷口开了个新店，让我来试试。吃完才知道，红烧肉能做得这么好吃。你说的那家店是巷子里面那个富贵酒楼吧？我路过的时候看到门都关了，活该，把好厨子赶走了，自己瞎搞，这叫报应。小陈，求你租我们的店，帮我们还债12万7，我这辈子都还不上。我们知道错了，当初是我们贪心，是我们不是东西，你大人大量，帮我们一次。起来，我说起来，路是自己选的，跪着也走不回去。赵老板，1个月前你在我面前撕合同，你说废纸1张；1个月前你在门口踩我的刀，你说一把破刀；1个月前你堵我的摊，举报我的卫生，带人踢我的门，这些我都没忘。但这不是报复，我不租你的店不是因为记仇，是因为我不需要，我有自己的店了，是我从头做起来的，灶台是我挑的，调料是我选的，招牌是我自己写的。你的店我不需要。我知道你厉害，你能不能帮帮我？店我不租，但我可以帮你一件事。我认识一个做餐饮供应链的朋友，公司仓库缺人，工作是搬货理货，月薪8000包吃住，不体面但是稳定。
你如果想去，明天我给你联系方式。你帮我们找工作？我只是介绍，去不去是你们的事儿。但如果去，好好干，别再把东西做烂了。这个行业容不下第二次。谢谢。陈哥，你干嘛帮他们？他们当初那么对你。不是帮他们，是帮这个行业。多一个人好好做事儿，这个行业就多一份尊重；少一个人偷工减料，客人的胃就少受一次罪。赵富贵以前不懂，他以为做餐饮就是租铺子请厨子。现在他摔到谷底了，也许能懂，也许不能，但我给过他一次机会。全市第一，全市本帮菜。陈哥，你看这个评语，守住一座城的味觉底线，这写的是你。这个评语的最后一句，餐饮人的典范。我师傅当年也拿过一个奖，评语里有典范2个字。你师傅现在在哪儿？这就是今年被评为全市第一的逆袭神店。这个评品有水平，守住一座城的味觉底线，就是说有他在，这个城市的人还知道什么叫好吃；没他在，全是勾兑酱油和冻肉。老林，你跟这个店的感情都能写一本书了。不是我跟这个店，是这条巷子跟这个店。陈峰做的不只是菜，他把这条巷子的魂儿做回来了。陈哥，你看，美食博主吃遍城南发了条长微博。写的还行，还行。你知道这个博主有多少粉丝吗？300万。他写的是好，但明天还是得炒菜，火候不会因为拿奖就自己调好。小陈，我发了第1个月工资8000块，扣掉房租伙食剩了5000，还了2000的债，还剩3000，购买这2瓶酒，专门来谢谢你。酒我不喝，你省着还债吧。不是送礼，就是想跟你说个事儿。我在那个公司干了快1个月，你知道我发现什么了吗？他们给10几家饭店供货，有冻肉、调料、预制菜，什么都有。小陈，我想过了，你手艺好，我有渠道，咱们联手，你用你的手艺撑人面，我去拿便宜货压成成本，利润可以对半批，你能多赚，我能还债，双赢。你的意思是让我用那些便宜货冒充好食材？不是冒充，就是稍微降一点点，客人吃不出来。你想想，你现在的成本那么高，利润肯定被压着，稍微降一档食材，味道差不多的，利润能翻1倍。赵富贵，你说客人吃不出来，你以为他们真的吃不出来？他们可能说不清哪里不对，但他们知道这个味儿和上次不一样，他们下次就不来了。你现在在那家公司上班，你去看看那些用便宜料的店，评分多少，回头客有多少。你的店倒了，不是因为地段不好，是因为你一直在说客人吃不出来，他们吃得出来，他们只是懒得告诉你。我不做亏心事，不是因为亏心会遭报应，是因为亏心的事儿做多了，手艺就不干净了，手艺不干净，菜就不干净，菜不干净，客人迟早会走。你不喝？不喝。陈峰，你这个人跟钱有仇。我跟亏心钱有仇，正常的钱我每天都在赚，店门口排着的队就是干净的利润。转让费8万，这个价格算是骨折了。8万还行，这个铺面位置不差，就是翻新得花不少钱，墙要重刷，灶台要重装，味道要散1个月。里面那些桌椅你留着用，不要的扔了就行。8万我打到你账户，今天下午就找人进场装修。对了，你之前挂的那块招牌怎么处理？不要了，谁要谁拿走。当初买这家店的时候，觉得是天上掉馅饼，现在卖出去8万，连钱债的1半都不够。还差多少？卖了店8万，加上我这个月打零工的3000，还差4万多，还差4万多。我下个月工资发下来，能还2万，再下个月就差不多了。下午我就找人进场，你要是还有落下的东西，今天下午之前来拿，下午以后就清掉了。没了，都搬了。
小夏，今天教你炒糖色。小火，油不要多，1勺底就够了。冰糖下去以后，用锅铲搅，不要停，停了就糊，糊了就发苦，发苦了就得倒掉重来。现在啊，关火，用余温再搅10秒钟。刚才那个颜色琥珀色转枣红色的那个瞬间，就是关火的最佳时机。晚1秒就苦了。我光顾着搅，忘了看颜色。没事儿，第一次炒糖色糊了正常，我当年糊了不下20次，我师傅就站在我旁边，糊1次自己掏钱买1袋冰糖，接着炒，炒到第22次的时候，我才找到那个感觉。什么感觉？就是你不用眼睛看，你闻得到。糖在变成糖色的过程中，气味会变，从甜味变成焦糖味，再变就糊了。那个焦糖味最浓的瞬间，就是火候到了。你的鼻子比你的眼睛快。成了。成了。然后加热水还是冷水？开水，你记住，炖肉永远用开水，冷水一沏，肉纤维就缩紧了，炖出来柴。这道菜从焯水到收汁不能用1次冷水。2颗，不是1把。这2颗的量是我试了好几年才定下来的。你以后可以自己调，调之前先学会标准，标准会了随便你怎么变，标准不会乱变就是瞎搞。小夏，我问你，你觉得做菜最重要的是什么？火候、调味。是良心。这块肉你可以用新鲜的黑毛猪，也可以用冻了半年的普通猪肉，成本差1倍。炒出来的糖色你可以用冰糖慢慢熬，也可以用老抽直接上色，味道差很多，但有些客人分不出来。那你为什么每次都要用最好的？因为我师傅教过我，做菜先做人。你用的每一块肉、每一勺酱油、每一颗八角，都是你自己的选择。没人盯着你的时候，你的选择就是你的良心。良心不是做给别人看的，是做给自己的。晚上关了店门，你一个人站在灶台前，你知道今天有没有偷工减料？你知道，这就够了。陈哥，这张纸条是你写的吗？贴了3年了，从老赵富贵把它扔了，我又写了一张。尝尝。这个比以前都好，是不是糖色是我炒的？有可能。再来一盘。陈师傅，我姓周，周明远。之前在短视频上看到您的直播，后来又看了城市味道的专题报道。我是做餐饮投资的，专门投小店。你好，吃饭还是谈合作？方便吗？坐。陈师傅，我就直说了，我想投你开连锁，你出技术和品牌，我出资金和渠道，3到5年开20家店，全部直营，品控由你负责，利润你6我4。方案很专业，但我有几个问题，品控怎么保证？前3个月你亲自培训主厨，后面每个月你抽产，食材供应链统一管理，用你指定的供应商。20家店的食材能保证每一块五花肉都是黑毛猪，每一颗花椒都是汉源去籽儿。这个如果要求完全一致，供应链成本会很高，可以考虑分级，旗舰店用最好的，标准店稍微降一档。周总，方案是好方案，但我不做分级，红烧肉就是红烧肉，你不能说这家店的肉贵一点就好吃，那家店的便宜就凑合。客人不知道你内部怎么分级的，他们吃到不好吃的不会骂你供应链，会骂我。陈师傅，你做的是生意，生意要考虑成本。我的成本是提在明处的，我用什么肉写在菜单上，用什么油写在后厨墙上，客人可以不看，但我不能作假。陈师傅，你是我投过的所有人里第一个跟我说不行的人。以前我谈合作，对方第一句话都是能开多少家，能开多少家不是问题，问题是每一家好不好吃。方案我回去改，下次再来找你。陈师傅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行业里愿意说不的人太少了，大部分人一听说要开20家店，什么条件都答应。你是第一个先问品控的人，冲这个，我会再来。陈哥，20家店，你刚才拒绝了？没拒绝，让他回去想。20家，陈哥，你想一下，20家店都挂上陈峰小厨的招牌，走到哪个城市都能看到，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哪家店出问题，砸的都是同一块招牌。我不是不想做大，我是怕做大了以后忘了灶台有多高。店可以多，但灶台的高度不能变。每一个财后面的那个人要像我们现在一样，每天挑食材，每天炒糖色，每天擦灶台，少一样就不是陈峰小厨了。
赵哥，这家店以前也是你送吗？这条街上的饭店有一半是我送。你们公司那个陈师傅就是陈峰小厨的老板，今天也订了一批五花肉，品质要求特别高，不是他指定的那块肉不要。我听说你们公司专门给他留了一个冷柜。他的货我们公司专门配，要求比谁都高。听说他以前是你店里的厨师？那边今天又排队。我今天送外卖，有一单是送到他们店隔壁的。等餐的时候看了看，他们后厨那个干净，灶台擦得跟镜子一样。你看这个，客人写的，陈老板的红烧肉是这座城市的味觉底线。当初要是我们不贪心，让他涨15%的租，我们坐在家里收钱，他做他的菜，我们收我们的租，店也不会倒，人也不会散，我们还在这条巷子里。走吧，明天还要早起送货。来了怎么不进来？我不太合适吧？今天是除夕，进来吃饭。上次你说不喝，这次我还是买了2瓶，不是求你什么，就是想过年了。还行，你那份工作干得怎么样？升了班长，下个月要是考核过了，能当品控员，那这杯就当提前庆祝。我以前吃的不是这个，我以前在你老店的时候吃的不是这个，那时候我从来没坐下来好好吃过。我觉得菜就是菜，好吃难吃差不了多少。现在我才知道差别太大了，大到我用一辈子都补不回来。我欠你的不是钱，是这口味道。钱能还，味道还不了。味道不用还，以后你想吃自己来，和所有人一样排队付钱，35一份。小夏，好了没有？快了，3、2、1。师傅说，味道的来处不是灶台，是人。我以前不懂，现在懂了。灶台再大，人心不正，菜就是馊的；灶台再小，良心不丢，味道就还在。